是一台小米6，而这是一台小米60 Ultra。我发了一条帖子，打算重新改造一下小米6，重新设计外壳，重新设计屏幕，甚至是重新设计电池，都让我心心念念。然后这个项目就搁了。没错，搁了。说起来，这台手机的命运还是挺坎坷的。最早我使用3星打印机打印了一个中框，不过奈何那个时候还没有买拓竹，而且是一个穷学生。所以用的是一台行程只有123毫米的小鲁班，这和我设计的128毫米长度的中框不符。于是我重新设计了一个123毫米的中框，然后强行将排线弯折下去，并且简单的出了一期视频，获得了非常高的播放量。在这里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支持。但是这次的改造无非就是换了一个壳而已。于是我又重新设计了几个外壳，然后使用 PVC 作为小米6的屏幕盖板，然后用丙酮进行固定。但丙酮不小心挤太多，然后记了。既然屏幕记了，我们就先丢一边，先将中框重新设计一下。首先，我打算复活十几年前的黑科技，就是更换电池。一开始我打算做一个抠电池的设计，然后我偶然的在自己的 QQ 空间里面发现了小时候画的一个手机设计图，里面有这样一种设想。就是在电池的侧面做一条长长的导轨，通过触点和手机进行连接，这样将满电池侧滑入，就可以把原电池顶出来，触点可以做到完美的无缝衔接，从而实现换电不关机。有了想法，就开始做出实践。首先第一步是修改设计，因为图纸上这种设计一旦碰到金属物品就会发生短路，特别危险。索性我将电池的导轨分别放在了电池的两侧，然后给中框挖了一个电池仓，并且在舱口的两端安装了4个触点，以保证换电池的时候不断开导轨。做完这个之后，新的问题又来了，那就是系统不能实时的读取到新电池的电量，就算是换了新的电池，系统的电量也不会更新。而小米在设计这款手机的时候，当然也不会考虑到这种东西，主板上当然也没有相关的 I/O 接口来实现实时更新电量。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我想到了小米6搭载的 NFC 技术。在安卓的 NFC 中，你可以通过向 NFC Tag 写入软件包名，当手机读取到 NFC Tag 的时候，便可以打开该包名的软件。于是我做了一个一键启动就能更新电量的 App， 并且将它的包名写到了 NFC Tag 里面。这样一来，只要将 NFC Tag 贴在电池上面，然后把手机的 NFC 线圈放在电池仓的后面，这样电池推入的时候 NFC 线圈就能感应到电池上的 NFC Tag， 然后打开 App 执行更新电量的脚本。随后我尝试了一下，但是好像没有反应哎。电池的表面是金属材料的，会对 NFC Tag 产生干扰，导致无法读取。于是我又买了一些电磁屏蔽材料，贴在电池的表层，然后推入电池，电量更新成功。然后这2块电池就因为没有制造商标识和容量标识，被机场安检人员丢进了垃圾桶里。直到这里，我为这块电池已经设计了30多套中框和3套电池模型了，基本上所有的缺陷都修复了。这次我打算直接 CNC 做一个金属中框，并且找工厂定制了100块屏幕玻璃盖板。至于为什么是100块呢？因为工厂的最小批量都是要100块起。我用这对盖板贴啊贴，发现不论怎么样都会贴歪。就当我怀疑人生的时候，我发现是盖板上的丝印歪了。后续是我把玻璃上的丝印刮下来，然后贴了一层 TFT 用的遮光膜，然后把屏幕安装在 CNC 的中框上。至此，手机的厚度已经接近1厘米了。为了不浪费这么多空间，我在里面设计了一个主动式散热风扇，搭配上热敏开关，只要手机温度达到了45摄氏度，就会启动主动式散热。接下来是信号问题，因为我们实在是用不起纳米注塑天线带的工艺，所以我们的中框是完全无断点的金属。为此，我想了一套方案，我们买了一堆陶瓷天线，然后在主板上面贴了一层绝缘材料，把陶瓷天线固定在绝缘材料上，然后焊上同轴线，信号问题就解决了。最后，我们把 iPhone 上面的大正子塞进了机身的底部，然后定制了一个驱动，在解锁的时候会模拟开锁的震动反馈，在打开后台或者返回的时候也会有相应的效果。
以及给系统加入了一个在锁屏状态下双击亮键开关手电筒的功能，在手电筒打开的时候也会有相应的震动反馈。在这里顺便展示一下，如果用原厂驱动会是什么效果。自从上次电池被机厂扣下之后，我的电池又加入了一堆安全方面的设计。首先是取消了依赖导轨的换电模式，直接在机身里面塞了一块备用电池，在换电的时候能够作为 UPS 使用。除了过流保护之外，电池内部我还安装了一个磁控模块，只有将电池完全推到电池仓里面的时候才会进行供电，即便是装反了也不会烧主板。顺便我还做了一个电池充电器。那么最后，小米60 Ultra 启动。我们先来换个电试试。我还将之前的 Microphone X 上面的 MicroEngine 2.0 移植了过来，在文本界面按住文字换一换，会全选复制所有文字。在输入界面摇一摇即可张贴刚刚的文字。在玩游戏的时候，摇一摇直接启动盲选模式，处理器会自动设置到最高频率。我们来玩一玩原神试试。这个时候肯定会有比较聪明的小伙伴在公屏上面问：听筒和前置摄像头呢？我应该怎么打电话和打视频啊？听筒部分我将它移到了中框的顶部，打电话的时候也可以听得到。喂，听得到吗？喂，听得到吗？喂，听得到吗？喂。至于前置摄像头嘛，我专门做了一个配件，通过磁吸环吸附在小米六的后盖上，可以同步串流小米六的屏幕。这样一来，只要将手机翻转一下就可以打视频了。不过这次的小米六还是有很大的遗憾，原本我是打算加入模块化设计的，在早期设计的版本中，手机的后盖有5个触点，4个是 USB 协议的触点，另一个则是识别触点。当识别到了拓展模块内的 5.1K 电阻，就会实现触发 OTG 模式。我给它设计了一个超大的闪光灯模块，2TB 的硬盘拓展模块，1万毫安时的电池拓展模块，万状风扇散热模块，甚至是22倍光学变焦模块。但是因为小米六的尾插飞线太难飞了，好不容易飞上了线，后面估计是线断了，这些功能就没办法展示了。不过如果这期视频大家喜欢的话，尽管多多3连和点赞还有关注。如果呼声很高的话，我会将这个想法实现在其他手机上。最后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完蛋啦！我的妈，做个阿婆累死了，3天1天到晚搞起波澜，到底为个啥？救命啊！我的发，彻底放弃不干啦！做完这期视频就和米六一起回老家。干了几天的视频没人看啊，都是漏水的视频上推荐，什么时候能轮到我白带呀？求你们给个硬币。花了3年改手机，可是播放量依然那么低，再怎么努力都没有意义。即便如此，我还是会依然的看视频。据说隔壁的大佬又更新了视频，随随便便播放100万真是羡慕啊！我这个粉丝不真的超级咸鱼啊！请你们快点关注我吧，求求你们啦！我凉凉啦！放弃啦，不干啦，一堆大佬真可怕，追不上热点还热狂的我真是要命啊！完蛋啦，不干啦，下班的话出自然，如果觉得好玩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吧。放弃啦，不干啦，要是不点赞的